当怨神婆婆的弟子离开后，这方天地忽然变得安静起来，这种安静十分诡异，就宛如暴风雨前夕的短暂宁静一般。忽然间，空间抖动，空气炸裂，一股强大的力量从天而降，直奔楚风而来。虽是无形的力量，可它释放而出，却连虚空都撕裂开来。那是三品武尊的力量，那是于是天族族长的手段。他没有废话，而是直接对楚风出手。这一出手就是要索取楚风的性命。然而那力量刚刚涌现，便又有一股同样强大的力量爆发而出，两股力量平分秋色，相互碰撞，顿时掀起了磅礴的涟漪，涟漪肆虐，使得在场的小辈都被震退开来。乃是龙氏族长出手了。于是族长，楚风小友乃是我龙氏贵客，若有什么事情可以好好谈，你这样直接下杀手，未免太不将我龙某放在眼中了吧。龙氏族长说话的同时，他的身影已经来到了楚风的身前。与此同时，龙小小的母亲以及龙生部都是站在了楚风的身前，这是龙氏的态度，他们决定保护楚风，至少不会让楚风死在于是天族族长的手中。龙氏族长，我劝你还是不要插手这件事。忽然又有一道声音响起，这并不是于是天族之人的声音，乃是传自云空仙宗的那位太上长老赵春秋。这赵春秋虽然只是云空仙宗的太上长老，可他却也同样有着三品武尊的修为，这是一个实力丝毫不弱于于是天族族长以及龙氏族长和群妖圣殿殿主的人物。当他开口之后，龙氏族长的目光也是有所变化，不再像先前那般有气势。若只是面对于是天族族长，他并不惧怕，他们曾经就有过交手，二者旗鼓相当，胜负难分。可若是云空仙宗这个赵春秋也出手，他便要以一敌二，以一敌二你，哪怕是他也是压力极大。不管怎么说，于是天族族长的手段他还清楚一些，可是云空仙宗这位太上长老究竟有何本领他并不知道。但从云空仙宗这位太上长老丝毫不怕群妖圣殿殿主的气势来看，他绝对不容小觑。云空仙宗还要插手吗？于是天族若要难为楚风小友还能理解，可你云空仙宗明明是冤枉楚风小友的那一方，你们有何脸面还要欺凌于他？若今日之事传出去，你就不怕世人笑话你云空仙宗吗？龙小小的母亲满脸愤怒地说道，她是真的被云空仙宗这种强硬到不脸的态度给激怒了。战车之内传来赵春秋讽刺的笑声，他没有丝毫廉耻之感，反而笑得十分畅快。都是修武者，难道你还不懂谁拳头硬谁说话就有道理这件事吗？这楚风无论有没有理，做的对或不对，但他得罪了我云空仙宗却是事实。胆敢得罪我云空仙宗，那我云空仙宗就必须让他付出代价。今日我云空仙宗就是要难为于他，我看你能如何？那赵春秋的声音再度响起，态度极为霸道。且当他的声音再度响起之后，他的身影也是自那战车之内漂浮而出，他的身上没有云雾萦绕，他的面容清晰地浮现在众人眼前。这是一名老者，白发苍苍，但却面容彪悍，一双雪白色的浓眉之下是一双很小的眼睛，可那眼睛之中却凶芒毕露，霸道非常，好是狂妄的云空仙宗。今日我倒是要领教一下你云空仙宗的本事。一道惊雷般的怒吼响起，紧接着三道高大的身影便飞落到了龙氏族长的身旁，那乃是群妖圣殿的殿主以及群妖圣殿的两位天才暴月和魁无敌。群妖圣殿殿主还是选择帮楚风，但从他那愤怒的目光也可以看出他乃是在斗气，倘若真的妥协，那岂不是说他怕了云空仙宗？所以他今日绝对不会妥协。此时四道强大的威压弥漫在天地之间，那皆是三品武尊的气息。只是看着即将因为自己而交手的四位武尊境强者，楚风的内心却也有着另外一种情绪。这四位应该都是圣光天河内除了圣光一族外最顶尖的修武者了，可楚风分明记得飞花斋掌教的修为也已达到了三品武尊。虽说飞花斋掌教也是有着一定身份的人，但在整个九魂天河内，他的身份却绝对排不上名号。可一个排不上名号的人，却有着与这几位大人物相当的实力，足以看出在九魂天河之内有着更多强大的修武者。至少楚风见过的，如道海仙姑这种存在的高手，都是深不可测。对比之下，龙氏族长、群妖圣殿殿主、于是天族族长这些身为圣光一族之下最强的修武者，却也只是三品武尊的修为，确实有些不堪。毕竟他们这种身份和地位，可是能够代表着圣光天河的人物啊，这让楚风觉得其他天河看不起圣光天河，反倒也是情理之中了。弱肉强食的世界，修为强大才是硬道理，你实力弱就活该只有被人看不起的份。现在的圣光天河总体实力远弱于九魂天河，就更莫要说与其他天河相比了。但楚风感慨这些，并非是看不起自己所在的天河，反而楚风的内心燃烧起了一抹欲望。他第一次有了一个想法，他想更改圣光天河的名字，想让圣光天河成为楚氏天河。既然圣光天河无法背负祖武的荣耀，那不如让他来改变这一切。可忽然又是一阵笑声响起，乃是云空仙宗的那位太上长老赵春秋。在剑拔弩张之下，他没有真的出手，反而再度大笑，这让人们有些不明白他到底是何意思。真是想不到龙氏族长和群妖圣殿殿主会如此有情有义，真的愿意为了一个小辈而做到这一步。这样吧，看在你们如此重情重义的份上，我云空仙宗可以退一步，我不要此子性命，但他必须要跪在我云空仙宗弟子面前道歉认错。只要他愿意，这件事我云空仙宗可以不再追究。那赵春秋说道，既然如此，那我于是天族也可以退一步，只要这楚风将抢夺于红的乾坤袋归还，然后跪地认错，自掌100个耳光，割掉舌头，我于是天族也可以既往不咎。于是天族族长也是说道，只是他此话一出，却让龙小小感到十分愤怒，气得小脸通红，咬牙切齿。凭什么？楚风他根本没错，错的是你们，要认错也是你们。龙小小的母亲也是大吼道，这位夫人，你这样说话可就是不给我赵某人面子了，我们已经让步了，你们也应该让步才是，难不成非要交手吗？这其中的厉害，我希望你们想清楚。老夫倒是无所谓，我只是云空仙宗的太上长老，若与你们交手，老夫就算输了也没什么。长老输给族长不丢人，但是龙氏族长
和群妖圣殿殿主若真的败在我们手里，日后传出去可不太好听。你龙氏和群妖圣殿的地位将发生怎样的转变？不用我做过多讲述吧？那赵春秋说道。而不得不说，他此话说出之后，龙氏族长和群妖圣殿殿主的目光也都是有所变化。他们身为一族之长，又岂会不明白这个道理？他们迟迟没有动手，其实也是在顾虑这些。事已至此，楚风也看明白了，这4位强者都不愿意真的交手，所以才开始谈筹码，而筹码就是他楚风。楚风小友，你将于氏天族的宝物归还于他们吧。龙氏族长看向楚风，他动容了。权衡利弊之后，他觉得若能让楚风做些牺牲，而不用自己冒险出手的话，那么他觉得楚风归还宝物，然后道歉认错，才是更好的结果。不行，小恩公，你不能还。然而他此话刚出，龙小小便立刻开口，且紧紧地抓住了楚风，不允许楚风道歉，也不让楚风归还宝物。小小，龙氏族长的目光也是变得有些严厉。他虽然也想保楚风，但却并不想冒险和于氏天族以及云空仙宗交手。父亲，您不可以这样。小恩公他早就知道云空仙宗和于氏天族不会善罢甘休，他本不打算与我同行的。是我和他说，我龙氏会保他安宁，是我非要他与我同行的。倘若今日真的让小恩公将已经属于他的东西归还出去，还要让他跪下认错，那我龙小小岂不是害了小恩公？龙小小说这话的时候都是带着哭腔的，他是真的后悔了，后悔不该非要让楚风与他一同回来。可是事已至此，他没有回旋的余地，只能极力请求他父亲不要放弃楚风。可偏偏他太了解他父亲了，他父亲将龙氏看得比任何事情都要重，倘若真的关乎龙氏未来，他父亲多半会妥协。啾啾！忽然，一只白色的飞鸟快速的飞掠而来，先是围绕着云空仙宗众人盘旋一圈后，才落在那赵春秋的手中。那小鸟栩栩如生，可落在赵春秋手中之后，却立刻化作白色烟雾，钻入了赵春秋的掌心之内。此幕过后，赵春秋到了天上，忽然的老脸之上，忽然绽放起利奥得意的笑容。他再度将目光看向龙氏族长和群妖圣殿殿主，那苍老的眼眸之中已经没有了一丝妥协，再度涌现出霸道之色。机会给你们了，可你们却不懂珍惜。既然如此，那现在我云空仙宗不再退步，今日我就要这楚风的性命，谁都拦不住。赵春秋指着楚风大声说道。且说话间，他体内的威压变得更为凶猛，一重又一重不断的向楚风等人席卷而来。好是狂妄的东西，我倒是要看看，有我在此，你能否动得了这位小友分毫？眼见对方态度再度变得蛮横，群妖圣殿殿主也不示弱，他的威压同样变得更加凶猛。一时之间，风起云涌，狂风大作，这方天地都变得漆黑一片。只要下一刻真的动手，这方天地将会化作人间炼狱。群妖圣殿好大的口气，既然你要领教，那我云空仙宗陪你。可忽然又有一道声音炸响，当那道声音炸响之后，所有人都是内心震荡，复杂的情绪涌入心头。那声音自远处而来，并且当那声音响起之后，又有一道3品武尊的威压自奔腾而来。那威压所来的方向正是那声音所来的方向。很快又有浩浩荡荡的人马出现，那同样是云空仙宗的人。这次出现的全部都是云空仙宗的长老，虽然人数只有数十人，可那等威势却更为强横，因为这数十人之中个个都是武尊境的强者，而为首的乃是一个身材矮小、留着一头蓬乱灰发的老者。别看他其貌不扬，可实力却是极为强横。那3品武尊的气息正是从他身上散发而出。最重要的是，他的衣着与赵春秋一模一样，从此可以推断，他虽也是3品武尊，但似乎并非云空仙宗的宗主，应该也是太上长老。当这个人出现之后，龙氏族长和群妖圣殿殿主皆是眉头紧皱，就连于是天族族长的目光也是变得复杂起来。这云空仙宗的实力远远超乎了他们的想象，云空仙宗绝对是一个在他龙氏、于是天族以及群妖圣殿之上的势力。而此时，群妖圣殿殿主以及龙氏族长也终于明白，为何先前还要退让一步的赵春秋忽然再度变得霸道起来。那白色的鸟必然是传递消息的，让他知道云空仙宗的帮手来到了此地，所以才会突然转变态度。楚风，可忽然间，在云空仙宗刚刚来到的数十位长老之中，有一人看着楚风，发出了不一样的声音：“前辈。”定目一看，楚风也是神色一动，随后脸上涌现出了一抹喜色。在那些长老之中，楚风看到了一个熟悉的身影，乃是那位公孙长老。这位公孙长老不仅是当日代表云空仙宗去红衣圣地将殷庄红带走的人，前段时日更是出现在了道海。只不过那时的公孙长老被道海仙姑弟子所俘，险些遭遇灭顶之灾，乃是楚风求情，他才躲过一劫，安然离去。楚风小友，好巧啊，你怎么也在这里？公孙长老来的时候那也是气势汹汹，可是看到楚风之后，却顿时换了一副面孔，他的脸上挂着难以掩饰的激动。但这一幕可就让殷黛粉、傅飞跃、于红、于颖、赵春秋、龙氏族长、于是天族族长、群妖圣殿殿主等在场的一众人等不知所措。什么情况？他们居然认识公孙长老这个年轻人？该不会就是你说的那位吧？那位刚刚来到，同样散发着3品武尊的灰发老者问道。太上大人，正是他。公孙长老对那灰发老者说道。听闻此话，那位灰发老者的脸色也是有了极大的变化，开始仔细打量起楚风。眼下他的脸色也是从先前的凶神恶煞化作了喜笑颜开，那种笑容简直可以用和蔼可亲来形容，这与先前的他形成了鲜明的对比。若非亲眼所见，楚风也不会相信会有人的脸色转变得如此之大。楚风小友，老夫乃云空仙宗太上长老柳成空，非常感谢你当日对公孙长老的出手相救。那灰发老者居然抱拳对着楚风施以一礼，这一幕让在场之人再度大跌眼镜，尤其是殷黛粉和傅飞跃，简直像傻了一样。这可是他云空仙宗高高在上的太上长老大人啊！他们非常清楚，从地位而言，柳成空比赵春秋还要高上一些。他们还是第一次看到这位太上长老大人会对一个小辈施礼。柳长老，
你这是来的哪一出？你们当真认识他？那赵春秋也是意识到了事情的不对劲，不由得问道：何止认识？他救过公孙长老一命。柳成空说道：救过公孙长老一命？他哪有这个本事？赵春秋感觉不可思议。太上长老大人，此事乃是真的。见状，公孙长老将事情的经过完整的讲述了一遍。于是，在场的所有人都知道，楚风与道海仙姑有着非同一般的关系。至于道海仙姑是何人物，他们也都是有所耳闻。所以此一时，无论是于是天族族长、龙氏族长、群妖圣殿殿主这等老一辈，还是殷代粉、傅飞跃、于红、于影以及鲍月魁、无敌等小一辈，看向楚风的目光都是涌现出了极大的变化。他们无论如何都没有想到，楚风的身份竟然如此利奥德，竟然与道海仙姑那等传说中的人物都有着那般亲近的关系。可若要说表情最为复杂的，却要数殷代粉和傅飞跃以及于红于影了。他们从看到楚风的时候就看不起楚风，觉得楚风是来自垃圾星域的小人物，可现在才知道对方竟如此的不简单。对比之下，他们才是小人物啊！而在此期间，赵春秋也是详怨神宫所发生的事情对公孙长老、柳成空等人讲述了一遍。原来公孙长老和柳成空等一众长老也只是收到了赵春秋的消息，让他们得知云空仙宗小辈与其他势力小辈发生了一些过节，具体恩怨他们并不清楚。而他们兴师动众而来，其实真正的目的根本就不是为了对付一个小辈，他们云空仙宗真正的目的乃是扬威。云空仙宗暗中发展多年，所要做的就是不鸣则已，一鸣惊人。今日便是最好时机，在于是天族和龙氏以及群妖圣殿三个庞然大物面前证明自己的实力，更能巩固他们的地位。所以他们真正的目的不是要对付小辈，而是向龙氏、于是天族以及群妖圣殿展示自己的实力。但当他们得知他们所要针对的源头竟然是楚风之后，便都清楚今日的扬威计划可能无法继续下去了。两个混账东西还发什么愣？还不快快向楚风小友认错！猛然间，一声怒喝响起，是赵春秋对殷代粉和傅飞跃发出的怒吼：楚风兄弟，实在抱歉，我们真的不知道你与我云空仙宗也是老朋友，这真是大水冲了龙王庙，自家人不认自家人了。傅飞跃和楚风说道：楚风公子，我殷代粉确实有诸多不对的地方，但我也真的不知道你曾救过公孙长老，若是知道，我绝对不会如此无礼，还请楚风公子见谅。殷代粉也是对楚风说道，二人道歉态度十分诚恳，但楚风却只是淡淡一笑，并未说太多话语。从一开始见面，楚风就告诉殷代粉他认识其姐姐了，可换来的是怎么样的待遇？不过对于这两个人的虚伪，楚风早就习惯了，所以他也没有讽刺他们。不过看在公孙长老的面子上，楚风还是接受了他们的道歉。不过当楚风接受了道歉之后，于是天族则是变得十分尴尬。先前云空仙宗还是与他们这一边的，转眼间云空仙宗就成了楚风那一边的。他们若要对付楚风，可就要自己面对云空仙宗、群妖圣殿以及龙氏三个庞然大物了。莫说他不是对手，就算是对手，他们现在也有些不敢难为楚风了。不因为别的，他们已经知道楚风是与那道海仙姑有着极好关系的存在。倘若云空仙宗、龙氏以及群妖圣殿他们还能得罪一下的话，那道海仙姑他们是真的不敢得罪。可偏偏于红的乾坤袋内有着太多重要的东西，若是真的交给楚风，他们会觉得对不起列祖列宗。他现在就有一种感觉，那就是骑虎难下。于是天族，你们还打算要回那乾坤袋吗？忽然一道尽显讽刺意味的声音响起，乃是群妖圣殿殿主。当事情发展到现在这一步，他也没了先前的怒容，反而眯着双眼，笑眯眯地看着于是天族族长，这个模样分明是在等着看于是天族的笑话。而他这一开口，龙氏族长以及云空仙宗众人的目光都投了过去，这些人的目光都是颇具戏谑之意。而这种情况下，于是天族倍感压力，先前他们还是势均力敌，甚至占据上风，谁曾想转眼间竟成了众矢之的。关键时刻，还是于是天族族长站了出来，楚风小友，那乾坤袋内的所有宝物你都可以留下，可里面的尊敬武技乃是我于是天族不可外传之秘，能否归还？于是天族族长再度开口，可他的态度却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没有了先前的舍我其谁和咄咄逼人，现在的语气反而是在商量，甚至请求这位族长，你们若是从一开始就好话好说，我楚风并非不能归还，可你刚刚是怎么做的？你一出手就杀机四溢，是要直接取我性命？若非龙氏族长出手解救，我楚风已经死在了你的手中。我楚风现在是没死，但你想杀我却也是事实。直白一点说，你现在可是我的敌人，我为何要理解你的苦衷？楚风凝声说道。好，楚风小友说得好。楚风话音刚落，群妖圣殿殿主便拍手叫好。楚风小友所言极是，于是天族你有你们的苦衷，但楚风小友也有拒绝的理由啊。龙氏族长也是一改先前的态度，毕竟当云空仙宗转变立场之后，他现在也是有了底气。事实上，就算云空仙宗不转变立场，他现在也愿意为楚风一战，不因别的，只因他已经知道楚风与道海仙姑都有着非同一般的关系后，他便觉得楚风值得他奋不顾身的为之一战。于是天族族长，你先前当真要杀楚风？可相比于其他人的冷言冷语，公孙长老此时的目光可就变得凌厉起来。不仅是他，就连那柳成空，甚至赵春秋看向于是天族族长的目光也都是目露不善。这种目光可将于是天族的许多人吓坏了。虽然他们对云空仙宗了解不深，可从先前的举动，他们也都知道这云空仙宗是一个非常可怕的势力，只因楚风让他们势力的天才受了委屈，他们便可以兴师动众，不惜与龙氏以及群妖圣殿开战。而现在楚风又是云空仙宗一位长老的救命恩人，搞不好云空仙宗真的会因为楚风而对他们于是天族出手。楚风，你可敢与我一战？可就在此时，在于是天族的人群之中，却有一名年轻男子大喊一声。那是一名青年男子，皮肤黝黑，明明身材很是精壮，可偏偏看他的脸色并不是很好，那个样子就好像生病了一样。余烈看到这名男子，在场的人中竟然引起了一些震动。
就连龙小小的目光也是有些惊讶。众人这样的表现，也是让楚风认真打量这个皮肤黝黑的青年。他已经意识到这个青年必然来头不简单。小恩公，不要与他交手。楚风还没来得及回话，龙小小的暗中传音便映入楚风耳帘。原来这个余烈也是一个小辈，并且他早就名震圣光天河，更是于是天族公认的最强小辈。就连龙小小也曾见过他的风采。余烈有多强？他早在30年前修为就已经踏入了7品至尊境，能和余烈一较高下的，当年只有圣光一族的天才。甚至在20年前的他，距离8品至尊也只是1线之隔。只是后来他忽然消失了，传闻是他在闭关，而这一闭关就是足足20年。20年后的今天，余烈相比于当年也是有了极大的变化。他没有了当年的锐气，并且整个人也消瘦了不少，连模样也是变化了不少。这是为何？他隐于于是天族之中，并未引起注意的原因。并且现在的余烈就好像得了病一样，状态似乎并不太好。可余烈毕竟20年前就已经快要踏入8品至尊，人们猜测他如今的修为多半已是8品至尊，在场小辈没有人会是他的对手。所以当余烈向楚风发起挑战之后，龙小小才赶忙对楚风暗中传音进行劝阻。楚风，我余烈修为应该在你之上，我如今乃7品至尊，但你若愿意与我交手，我可以不运用雷纹提升修为，只用7品至尊的修为与你交战。若是我余烈输了，我的性命归你处置，但若是我余烈赢了，我希望你能够将我于是天族的尊敬武技尽数归还。余烈再度对楚风说道，他这一开口让所有人都感到意外。人们意外的是，这余烈20年时间竟然还停留在7品至尊境，这不符合常理，以他的天赋不可能停滞不前。但再结合他此时的变化，让人们意识到余烈的身上必然发生了什么事。否则按理来说，既然余烈已经出关，并且跟随于是天族来到了这里，那么进入怨神宫的名额之中必然应该有个他才对。真是笑话，本来就是你于是天族不对，居然还厚着脸皮提出比试，于是天族还真是不要脸。老一辈的不敢说话，只能让小一辈的来出面了吗？此时云空仙宗那边传来了一阵阵讽刺的声音，皆是对于是天族的嘲讽。楚风小友，你完全不必理会他们，由我云空仙宗为你做主。他于是天族不敢奈何于你，莫说现在不敢，今后他们也是不敢。他们若敢动你，我云空仙宗必然会让他们付出代价。那赵春秋对楚风大声说道，这一幕颇为讽刺，任凭是谁都不会想到，先前还口口声声要取楚风性命的他，现在居然会为楚风撑腰。多谢前辈好意，不过我倒是想与这位兄台切磋一下。可谁曾想，楚风居然答应了余烈的要求。当楚风答应之后，莫说旁人意外，就连于是天族的众人也感觉难以置信。这楚风什么毛病？先前那样逼迫他都不愿意交出尊敬武技，怎么现在有了这么多人给他撑腰之后，他反而答应了余烈提出比试的请求？这让所有人都想不通，更是无法理解。可谁曾想，就在人们震惊之际，楚风却是再度开口，不过我不需要你压制力量，就用你的真正实力来与我交手。楚风此话一出，这浩瀚天地顿时鸦雀无声，人们就如同被无形的雷霆劈中了身体，只感觉头皮发麻。他们已经被楚风的话所惊吓的说不出话来。此时所有人都将目光投到了楚风的身上，或多或少他们的眼中都充斥着不理解。这楚风该不会是不知道这余烈是何等人物吧？楚风小友，你对这余烈可能还不够了解，若要与他交手，我劝你还是三思。就在这时，有暗中传音映入楚风的耳帘之中，这说话的乃是云空仙宗的公孙长老。前辈，对于余烈我也有所耳闻。楚风回道，不，你对他的了解一定不够深。楚风小友，这余烈不仅仅是于是天族最强天才，也是当今圣光天河最强的天才之一。余烈名扬圣光天河已有几十年，乃是圣光天河内真正的天之骄子。想当年，在圣光天河内能够与他抗衡的小辈，哪怕圣光一族之内也只有2人而已。至于其他势力，无论是龙氏还是群妖圣殿，哪怕我云空仙宗，也没有小辈能与他抗衡。当时整个圣光天河最强的3个天才，有2个来自圣光一族，另外一位便是来自于是天族的余烈。20年前，余烈已是7品至尊，距离8品至尊只差1线之隔。而也是那一年，他遭遇了人生中最强的敌人，那便是圣光天河内与他齐名的天才之一，圣光一族的圣光羽。圣光羽当年年近73岁，但已是7品至尊境，加上一手出神入化的剑法，以及圣光一族的光环，他之威名比余烈更盛。可是那一战却是余烈获胜，他战胜了当时圣光一族最强的天才之一。可也是从那一战之后没多久，余烈便开始闭关。但我云空仙宗却听闻，余烈与圣光羽一战，本就是圣光一族处心积虑的设计，是想通过圣光羽来试探余烈的潜力。可那最终的结果却是余烈战胜了圣光羽，这自然让圣光一族不满。从那以后，圣光一族便将余烈视为将会威胁到他圣光一族地位的存在。按理来说，圣光一族完全可以将余烈暗杀，可圣光一族并没有那样做，而是给余烈下了毒。从此余烈一病不起，甚至有传闻他已经病死了。当然这只是听闻，并无证据。可今日一见，余烈的状况很不正常，很有可能圣光一族对余烈下毒之事就是真的。可余烈的实力仍旧极强，他绝对不是你之前所面对过的小辈可以比拟的。哪怕他如今的修为停滞不前20年，已经不如圣光羽，但他依旧不容小觑。你若要与他交手，必须把他当作圣光天河内最强的天才来面对才行，绝对不可以有半分轻敌，否则必然会吃大亏。公孙长老的语速很快，使用了特殊的传音方式，几乎在一瞬间就将这些信息全部传递给了楚风。可是听闻公孙长老的话后，楚风对这余烈不仅没有惧怕，
反而更加感兴趣了。自从当年与灵狐鸿飞一战，楚风许久未曾遇到能够真正与他一战的同辈。虽说楚风后来遇到的同辈修为都在灵狐鸿飞之上，已远非灵狐鸿飞可比，可那些同辈的战力却大多不强。简单的说，他们修为虽高，可根基不稳，乃是用着诸多天才地宝强行提升的。同等修为之下，那些人连与楚风抗衡的能力都没有。而这余烈，楚风觉得他必然与众不同，否则便真的对不起曾经那个最强天才的名号了。楚风兄，你真的愿意与我一战吗？无需我有所保留。余烈再度对楚风说道，他的态度相当平和，并没有于红和于影那种自负。既然要战，就战个痛快。你若真的能够胜我，我不仅将尊敬武技归还，乾坤袋内的所有物品，我将全部归还。楚风说道，好，痛快。既然楚风兄如此痛快，我余烈也想尽快领教一下楚风兄的本事。余烈说话间，便从坐骑上御空而起，向楚风所在的方向飘来。那等气势的确不同凡响，远非于红余烈以及傅飞跃等人可比。见状，楚风也同样御空而起，穿过了龙氏族长等人为他构成的防御屏障，与那余烈分别站在天际两端，形成了对立之势。楚风兄，那我余烈也就不有所保留了。余烈此话说完，其额头之上便涌现出了一道雷光，雷光涌动，很快便有文字涌现，乃是神字，神级雷文。这余烈也是神罚玄功的修炼者，而当雷文涌现之后，余烈的修为也是从7品至尊境提升到了8品至尊境的地步。好强的气势，不愧是余烈兄。看到雷烈额头上的雷纹，以及雷烈此时所散发气息，就连向来高傲的于红和于影也是一脸得意。他们是在以雷烈为傲，他们知道，哪怕同样修炼了神罚玄功，可对神罚玄功的掌控程度也是有所不同。余烈对神罚玄功的掌控远在他们二人之上。倘若现在他们二人也都释放出雷纹，那么他们二人额头上的雷纹就会变得暗淡一些，那是血脉的压制，无关修为强弱，只是单纯对雷罚玄功的掌控力。于是于红和于影纷纷看向楚风，他们是想看看楚风的表情，想看到楚风震惊或恐惧的表情，可却发现楚风的脸上居然没有一丝惊讶和意外。这个家伙什么情况？于红和于影眉头紧皱，楚风这个表情让原本得意的他们变得郁闷起来。楚风兄弟，也拿出你的手段吧。余烈修为提升，并未贸然出手，而是对楚风做出了请的动作。他知道楚风必然也有提升修为手段，想等楚风提升之后再正式交战。好，楚风微微点头。下一刻，雷霆涌动，楚风的额头之上也涌现出了一道雷纹。他也修炼了神罚玄功，虽然楚风修炼了神罚玄功这件事，在场也有一些人知晓，但大部分人却是并不知晓的。雷罚玄功，先不说珍贵程度，本身它就难以修炼，若天赋不够者强行修炼，无异于是自掘坟墓。可以说，神罚玄功乃是对天级血脉者天赋的一个检验，只要能够修炼雷罚玄功，就足以证明他是最顶尖的天才，拥有最顶尖的天赋。忽然，余烈发出一声轻哼，再看他的表情，竟微微有些痛苦。这样一幕本就让人有些惊讶，毕竟他与楚风还没有交手，怎么就会露出痛苦的表情？虽然那痛苦的表情只持续了很短暂的时间，可还是被人们看到了。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快看，余烈额头上的雷纹！忽然有人指着余烈的额头发出惊呼。听闻此话，人们也都是顺势观望，这才发现先前雷霆极为耀眼的神字雷纹竟然暗淡了不少，而再看楚风，楚风的雷纹却依旧耀眼，二者形成了鲜明的对比。血脉压制，这是血脉压制，天地之间无论是年长还是年幼，都是发出惊呼。怎么会？他对神罚玄功的掌控力居然在余烈兄之上。而于红和于影更是不愿相信自己所看到的一切，他们已经知道楚风结界之术很强，不是寻常之辈，但却没有想到楚风在修武方面也如此了得，不仅也修炼了神罚玄功，并且对神罚玄功的掌控会如此之强，竟超越了余烈。不对，他明明只是6品至尊，这说明他的真实修为乃是5品至尊，这样的他如何与余烈交手？很快又有人发出不解的声音。是啊，哪怕楚风施展出了神级雷纹，的确惊艳四方，他的天赋已是毋庸置疑，但他楚风的修为却也只是从5品至尊提升到了6品至尊，这样的他要如何与余烈交手呢？就在这时，楚风的身上又有雷霆涌动，雷霆变化，铠甲涌现，很快由雷霆凝聚而成的铠甲便浮现而出，落在了楚风的身上。雷霆铠甲涌现，楚风的修为再度提升，从6品至尊提升到了7品至尊的境界。天哪，他竟然将天级血脉开发到了这种程度，在至尊境同时解封了雷纹与雷霆铠甲2种力量。看到这一幕，原本还坐着的于氏天族众人全部站了起来。身为天族之人，没有人比他们更清楚，在至尊境同时开启2种血脉力量的难度，那并非是不可能的难度，但却是他们全族族人都做不到的难度。这楚风还真是厉害啊！可只是如此，他仍无法与余烈抗衡。难道说他还有其他手段不成？就连群妖圣殿殿主也是忍不住思考起来。他觉得楚风既然敢应战，就必然还有其他手段。难道说他还有着可以提升1品修为的至宝？群妖圣殿殿主一番思索后，有了这样的思考。但是那种宝物实在太少了，楚风真的会有吗？群妖圣殿殿主说的没错，在至尊境也能提升1品修为的至宝，连他群妖圣殿都没有。难道楚风真的会有？而就在这时，阵阵怒吼炸响开来，那是宛如猛兽的咆哮，但却比猛兽凶猛无数倍。而最令人震惊都是，那咆哮乃是自楚风体内传来。众人不解之际，虚空之上出现了4只巨兽出现，4只巨兽皆是巨大无比，那分别是青龙、白虎、朱雀、玄武、
四只圣兽。四只圣兽出现，伴随而来的不仅是神圣的气息，还有天赐神力的力量。这感觉是天赐神力。楚风他该不会？人们都察觉到那天赐神力与楚风有着相同的气息，多半是楚风召唤而出。可是楚风乃是天级血脉拥有者，他怎么可能掌握着天赐神力？怒吼连连，那盘旋于虚空之上，四只圣兽皆是化作四道流光，同时进入楚风体内。这一刻，楚风周身出现了四只圣兽的虚影，而他的修为也是从7品至尊境提升到了8品至尊境的地步，竟真的是他掌握的天赐神力。这个家伙到底是什么怪物？莫说小一辈，就连老一辈的都是满脸的惊叹，在场之人皆是感觉身上冷风嗖嗖，连汗毛都竖了起来。此时的情绪简直是人生少有，他们还从未见过一个拥有天级血脉的人能够同时拥有天赐神力，更何况楚风还是那种将天级血脉的力量运用到了极致的人，他可是能够在至尊境同时释放出雷纹与雷霆铠甲2种力量的人啊！如今竟然又施展出了天赐神力，在至尊境连续提升3品境界，这简直是整个圣光天河内无人可以做到的。楚风乃是第一人，小小，你这丫头眼光不错呀！此时，龙氏族长看向龙小小，竟满脸笑意，夸赞起来。起初，他还因龙小小喜欢楚风而感到惆怅。虽然他也知道楚风是后辈中的佼佼者，结界之术更是相当精湛，但他的女儿可是融合了龙脉之源，日后将有可能带领龙氏统治圣光天河的存在。楚风怎么配得上他的女儿？可现在他才发现，这楚风是有多么的了不得。这样的楚风已经完全有资格做他的女婿，甚至在他看来，圣光天河除了楚风，已没人配做他的女婿。想不到如今的圣光天河出现了这样1号天才，看着楚风转眼间就将修为从5品至尊提升到8品至尊，就连于烈也是发出感叹。感叹之时，还看向于红和于影，你们2个败在这种天才手中，一点也不冤，就连我也不如他。于烈说道。他此话一出，使得人们本就已翻起巨浪的内心变得更加汹涌。这可是于烈啊，是来自于烈的肯定。于烈这个曾经名震圣光天河的天才，居然亲口承认不如楚风。于烈，你该不会这就认输了吧？那可就无趣了。楚风说道。当然不会，我会全力以赴来与你一战。所以楚风兄，你可莫要轻敌。虽说你楚风天赋异禀，可我于烈也绝非等闲之辈。枪！于烈说话间，手腕一转，一把缠绕着火焰的长剑出现在了手中，那乃是于烈的半程尊兵。此剑一出，其战力顿时大增。只见一道火光划破长空，直奔楚风而去，转眼间就来到楚风近前。刺耳的声鸣响起，这一剑竟然被拦了下来。定目一看，人们发现楚风的手中竟也握着一把长剑，那同样是半程尊兵。楚风手腕转动，剑势从防转攻，向于烈的脖颈挥砍而去。而于烈脚步后撤，身形微微一闪，便躲开楚风横扫来的一剑，反而手中的火箭向楚风劈砍而下。不过楚风顺势一闪，不仅将其躲过，反而又是一剑刺了过去，火花四溅。二者的长剑不仅发生碰撞，更多的是在对方的身体旁边挥砍而去，那可不是故意的，而是被对方给闪躲开来。二者没有施展任何武技和秘技，就是这样以剑为刃，战斗开来。这楚风竟然以剑来与于烈交手，并且不落下风。一时之间，惊叹之音响彻不断。若是楚风与旁人交手，以这样的交手方式，人们不会如此感叹。可于烈不同，于烈以剑法闻名，若是其他武器在他手中，可能不会有太大的作用，但若是长剑，那么他的战力将会大大的提升，甚至未尝败绩。之所以会如此，乃是于烈因缘际会下得到了一套剑法，这剑法可以融会贯通到任何兵器之上，随着修为境界提升，这剑法也会提升。当年那圣光羽也是以剑法闻名于世，可他与于烈交手，却败在了于烈的剑下。至此，于烈除了圣光天河最顶尖的天才外，还有了另外一个称号——后辈剑神。小辈之中，他就是剑法之神，没有任何人能够与他手中的长剑抗衡。不仅仅是剑，任何兵器只要面对他手中之剑，都必要败北。可偏偏现在的楚风却能与于烈战得你来我往，胜负难分，这自然让人感到意外。是于烈兄的剑法退步了吗？还是手下留情了？这楚风怎么可能与他战成平手？他凭什么？他凭什么？于红不愿相信眼前一幕，觉得必有缘由，激动的他更是低声怒吼：不！于烈剑法没有退步，他也没有让着楚风。于红不解之际，于是天族族长开口说道：族长大人，于烈兄的剑法既然没有退步，也没有让着那楚风吗？那他们二人以剑法对拼，怎么会不分胜负？于红很是不解地问道。这楚风的剑法同样高超，不，他那并非剑法，而是对兵器的驾驭能力，是战斗经验。这楚风是凭借极为深厚的战斗经验，才能看破于烈的诸多剑招，才能与他战成这个地步。换句话说，就算楚风用的不是剑，而是其他兵器，他也能与于烈战得不分胜负。于是天族族长说道：不用剑也能如此。于是天族众人目瞪口呆，这将是何等的评价啊！可偏偏是来自他们族长之口，让他们不信也要信。可是话到此处，于是天族族长的目光也是变得若有所思。族长大人，怎么了？就连一些于是天族的老一辈，也是看着于是天族族长，想知道这位族长大人是否看出了什么。一个小辈怎么可能拥有如此深厚的战斗经验？到底是何方高人教导过他，还是说他经历过什么？于是天族族长眉头紧锁，看着楚风若有所思。他还是第一次在一个小辈的身上看到深不可测这4个字。突然之间，一道寒芒掠过之后，一道鲜血也是随之绽放。原本与楚风交战在一处的于烈，突然身形暴退而去，退出了战圈之中。而他这一退出，人们能够看到于烈的脸颊上竟然有着一道伤痕，那伤痕很浅，可却是剑伤。于烈竟然负伤了，被誉为后辈剑神的他，竟与人比拼剑法，而被对方击伤。可再观对方，竟然毫发无损，于烈竟然败了。楚风兄弟，好剑法！我于烈的剑曾与多人切磋，不只是剑、刀枪戟斧，无论任何武器，只要是同辈中人，但今日我却败给了你，值了。
我于烈此生能遇到你这样的对手，也是值了，畅快，实在是畅快啊！哈哈，剑法比拼，于烈虽败，可却并未难过，反而兴奋地大笑起来。可以看出，与楚风这场对决让他感到畅快淋漓，甚是痛快。可忽然间，于烈手腕一抖，他手中长剑上的火焰竟然变得更为凶猛。而此时，于烈的眼眸也是变得凌厉起来。不过楚风兄，这场对决可还胜负未分，接下来我于烈可要拿出看家本领了。于烈此话说完，不止手中的长剑，就连他的身上也是升腾起了火焰。但那火焰的颜色并非为红色，而是银色。天哪，那真是……难道说那是于烈的成名绝技三段尊劲，烈焰焚天？于烈兄他终于认真了吗？看到于烈此时的变化，原本很是郁闷的于是天族众小辈再度变得激动起来。虽说于烈剑法高超，被誉为后辈剑神，但于是天族的族人都很清楚，于烈对武技的使用却更为厉害。剑法只是其一，武技才是于烈的杀招。就在于烈施展出三段尊劲，烈焰焚天的同时，虚空之上也是发生了诡异的一幕，银色的乌云凭空而现，已是遮蔽了这片虚空，并且在那云层之中还喷发着层层热浪，宛如炙热的烈焰藏匿其中。那是楚风的手段吗？看着银色的乌云，人们目光凝重，都有了自己的猜测。忽然，一个巨大的火球从那云层降落而下，火球直径足有几百米，本体也是银色，但却散发着紫色的光华。它从天而降，在高空之上画出一道紫色的光线，宛如紫色的流星从天而降。那场面倒是极美，可是偏偏它所散发的气息却是恐怖非常。这火球蕴藏着毁灭性的力量，且眼下这巨大的火球正直奔于烈砸了过去。果然是楚风的手段，这家伙早有准备。于是天族的许多长老目光紧紧地凝视着楚风，目光若有所思。如果说起初他们还有些轻视楚风，那么自从剑法对决于烈败北之后，他们就已经知道这个突然出现的年轻人不容小觑。虽然对于于烈他们非常自信，但却也无法自控的开始为于烈捏了一把冷汗。不是他们不自信，而是亲眼所见后，他们也都觉得于烈今日面对的对手十分难缠。烈焰焚天，眼见着那火球奔着自己袭来，于烈却并不慌张，而是大喝一声，随后手中长剑对着火球一指，银色的火焰自剑中掠出，如火山喷发一般向高空吞噬而去，眨眼间就将那火球吞噬而去。然而当那火球被吞噬之后，银色乌云之中竟然又有散发着紫色光华的巨大火球出现，并且这一次出现的数量竟然有着几百个巨大的火球从天而降，那等压迫感十分恐怖。最恐怖的是，那几百个巨大的火球竟然全部向于烈攻了过去。在此情况下，于烈的脸色也是有所变化，但他却没有选择，只能不断施展烈焰焚天的力量，与那紫色火球进行对撞。这气息难道说也是三段尊劲？可为何这三段尊劲会散发着紫色的光芒？在感受到那紫色火球的威力后，人们心中却也感到不解。尊劲武技较为特殊，不同的段位有着不同的颜色作为特征，而三段尊劲的颜色便是银色，这便是于烈那火焰会是银色的原因。让人们不解的便是，楚风施展的手段明明也是三段尊劲，但却散发着紫色的光华，那是来自夏星御室里紫星堂的正宗武技紫星火雨。我曾见紫星堂的一位太上长老施展过，因为这紫星火雨可以散发紫色光华，较为特殊，所以尽管紫星堂的那位的实力并不强，但我也是记忆很深。可这紫星堂的尊劲武技，为何楚风小友也会？在众人不解之际，公孙长老凝声说道，而他的话语说得很是大声，所以在场的所有人几乎都听到了他的话。不过不管怎么说，公孙长老倒也给出了这武技的来处。天下间无奇不有，有些特殊的尊劲武技会散发其他光芒，人们倒也是能够接受。紫星堂的紫星火雨吗？好像真的是。可是据我所知，这紫星火雨唯有修炼紫星功法才能施展，并且产生紫色光华。楚风小友难道是紫星堂的人不成？不对，他明明修炼了神罚玄功，不可能再修炼紫星功法才对。就在这时，又有人以为云空仙宗的长老开口了，显然他也是认得这紫星火雨的。云空仙宗的人还真是会卖弄，这话是什么意思？是想说这楚风可以做到其他人做不到的事，无需修炼特殊功法也能修炼特殊武技，真是可恶。于是天族的许多人对于云空仙宗两位长老的话感到厌恶，他们都觉得云空仙宗长老所言并不属实，他们只是故意这样说，在为楚风造势罢了。而就在此时，虚空之上的轰鸣越发刺耳，仔细观望，于是天族之人的脸色变得紧张起来。银色的云层滚滚翻腾，散发着紫光的火球正源源不断的落下，距离于烈越来越近，而于烈身上的银色火焰却在不断变弱。这样下去，于烈必然要败。于烈竟然落入了下风，人们感觉难以置信，就连外族之人也是如此。可忽然间，虚空之上传来了阵阵雷鸣，紧接着人们注意到于烈身上所散发的光芒也从银色化作了青色，而虚空之上更是有着无数道青色的雷霆，如蛟龙一般在云层之中快速奔腾。于是那银云开始撕裂、分解、溃散，很快那蕴藏着紫色火球的乌云便被青色雷霆所吞噬，一股更为强大的气息从天而降，笼罩了这方天地。与此同时，于烈手中的剑也是涌现出了青色的光华，这是于是天族的镇族武技四段尊劲，雷鸣剑阵。人们已经认出于烈所施展的手段，尽管当四段尊劲出现后，楚风的三段尊劲紫星火雨立刻被其摧毁开来，可于是天族的人们脸色却很不好看。当于烈施展出四段尊劲的那一刻，就已经说明三段尊劲的比拼上，于烈不敌楚风，这让奉于烈为最强天才的于是天族众人心中很不舒服。忽然，于烈手中的剑向后一收，紧接着向前刺去，刹那间剑气纵横，剑气从无形化有形，人们能够看到无数道长达100米的青色剑气如暴雨一般向楚风压迫而去。给我破！然而
楚风不慌不忙，手中长剑横空一扫，肉眼可见的飓风横扫而去，如吞天猛兽，竟将那漫天的剑气尽数吞没。这感觉该不会只是当那飓风肆虐之后，在场的老一辈人物皆是神色一动，莫说旁人，就连龙氏族长以及群妖圣殿店主也是目光大变，连身躯都是为之一震，宛如是有天大的事情已经发生。在大片剑气被吞噬之后，于烈并未就此罢手，手中长剑再度刺出，刹那间又有无数道青色剑气再度向楚风刺去。可几乎在于烈这一剑刺出的同时，只见寒芒掠过，楚风手中的长剑也是对着于烈刺了出去，宛如可以呼唤飓风。以楚风为中心，磅礴的飓风如亿万大军向于烈攻了过去。只不过这一次的飓风之中，却有一道道巨大的白色光芒涌现。仔细观看，那乃是刀刃，巨大的刀刃足有1000米长，而如这样的刀刃足有数百道，无论是声势还是气势，全都盖过了于烈所释放的剑气。真的是，竟然真的是！龙氏族长也是忍不住发出惊呼：“父亲，小恩公施展的武技，您认识？”龙小小好奇地问道，因为他也看出了楚风那武技的不同凡响，这乃是我圣光天河狂刀星域霸主狂刀宗的正宗武技，4段尊境，狂刀断虚空。可这武技必须修炼狂刀宗的狂刀功法才能施展而出，而那狂刀功法更是需在10岁以内修炼才行，过了10岁便无法修行。整场来看，无论如何，楚风小友也不该施展出这武技才对，但不会有错，他施展的武技正是狂刀断虚空。龙氏族长的语气中都充满惊叹，表情也是十分精彩，连龙小小都很少看到他的父亲会有如此震惊的表情。不只是他，此时天地间的许多老一辈人物都是面露惊叹。如果说紫星堂的紫星火雨人们少有耳闻，还无法断定虚实的话，那么这狂刀宗的狂刀断虚空可以说是整个圣光天河较为出名的武技之一。狂刀宗的实力虽不如龙氏以及于氏天族这等庞然大物，但只论4段尊境武技，无论是龙氏还是于氏天族，他们都不具备，胜过狂刀断虚空的4段尊境。正因狂刀断虚空威力强大，堪称4段尊境中的最强之一，才会如此声名赫赫，连这些大人物都有许多人知道他的存在。可人们却都清晰地记得，哪怕狂刀宗内能够修炼此武技的都是屈指可数，小辈之中更是从未见人修炼成功。但楚风所施展的这狂刀断虚空不仅纯正无比，这威势明显已是大成，这才是人们震惊的原因所在。如果说先前公孙长老他们说紫星火雨常人不能施展，人们还引不了解紫星火雨而半信半疑的话，那么当楚风这一武技施展而出后，人们却是不信也是不行。难道这个楚风的天赋真的逆天到了这种地步，无需修炼特殊功法也能施展出这等特殊武技？于是天族族长眉头紧锁，隐隐间不好的预感在他心头涌现。尤其是当他看到于烈的脸上再度露出艰难之色后，他那种不好的预感也是愈演愈烈。当于烈的3段尊境不敌楚风之后，如今这4段尊境的对决，于烈也是再度落入了下风。这样下去，于烈很可能将陷入危机。于烈不要大意，施展全力。眼见情况不对，于是天族竟然大喊起来，提醒起于烈。就在于是天族族长话音刚落之际，于烈的剑气便尽数被楚风的刀锋所摧毁。眼见着那恐怖的刀锋排山倒海一般向于烈压迫而去，于是天族的许多人小一辈都是吓得闭上了双眼，但唯有老一辈依旧凝视着那一切，虽然眼中也有担忧，可他们还抱着一抹希望，那种眼神就像是在期待着奇迹发生一般。天雷魂！忽然于烈大喝一声，刹那间蓝色的雷电自其体内释放而出，雷电涌现，连虚空都被撕成了粉碎，陷入了混沌之中。而那奔腾而来的恐怖刀锋同样难以幸免。此一时，更为恐怖的气息自那蓝色雷霆之中释放而出。成功了，他成功了！于烈，好样的，不愧是我于氏天族的骄傲！于是天族内传来阵阵激动的咆哮与呐喊，而那咆哮竟然是来自长老们的声音。这些长老十分激动，有的人甚至哭了出来，就连于氏天族族长的眼睛都变得红润了。于烈这位最强天才与楚风的交手，从一开始就落入下风，这让一直以来都对于烈寄予厚望的他们很是难受。但其实他们知道，于烈还掌握着一个底牌，这个底牌便乃是于烈眼下所施展出来的力量。好厉害！于烈一个小辈竟然练成了他！龙氏族长惊讶地张大了嘴巴，这小子真有他的！就连群妖圣殿店主也是夸赞起来。与此同时，云空仙宗内的许多人也在为于烈的手段而赞叹。父亲，这是5段尊境吗？龙小小问道。对，乃于是天族的镇族武技5段尊境天雷魂魄，但它绝非寻常的5段尊境。这天雷魂魄威力极强，可强大的武技却也往往伴随着极高的难度。据我所知，这天雷魂魄乃是于是天族内最难修炼的武技之一，哪怕于是天族的长老也少有人能够修炼成功，若想彻底掌握就是更难。当今于是天族之内，除了于是天族族长之外，便唯有几个太上长老能够彻底掌握这天雷魂魄的力量，且施展出天雷魂魄的奥义。龙氏族长说道。奥义？这武技蕴藏奥义？龙小小问道。因为蕴藏奥义的武技很少，但蕴藏奥义的武技皆是极为强大的武技。对，不仅蕴藏奥义，这天雷魂魄的奥义若是施展而出，其威力可以凌驾于其他5段尊境之上，甚至堪比6段尊境，堪称5段武技中的王者。真是没有想到，于烈如此年纪竟然能够掌握了天雷魂魄这等武技。龙氏族长感叹道。听到这里，龙小小也是知道这天雷魂魄的厉害，而于是天族的众人激动之余，纷纷看向楚风，那种眼神颇具挑衅意味，就宛如楚风必败无疑。他们之所以这样想，也是有着他们的道理。楚风虽然掌握着雷纹、雷霆铠甲，甚至天赐神力3种力量，能够从5品至尊境将修为提升到8品，的确逆天。可是尊境武技的修炼也是有着门槛的，
五段尊境至少也要6品至尊才能修炼，是至少。而如天雷魂魄这种尊境武技，至少也要7品至尊才能修炼。强如于烈，也是在7品至尊的后期，快要踏入8品至尊的时候，才彻底掌握这天雷魂魄，并且哪怕雷烈施展这天雷魂魄也很不稳定，这便是当雷烈成功施展出天雷魂魄后，那些还在那个老如此激动的原因。因为在此之前，他们也不能确定雷烈是否可以成功施展出天雷魂魄，而楚风真实修为只是5品至尊，连普通的5段尊境都无法修炼，就别说如天雷魂魄之中级别的了。所以他们才觉得于烈已是胜券在握，楚风必败无疑。天哪，那该不会是……可忽然，于是天族众人脸色大变，紧接着龙氏族长等人的面容也是目瞪口呆，他们惊愕地发现楚风的身上也释放出道蓝色的雷霆，无论是威势还是形态，都与于烈身上的一模一样，那分明就是于是天族的镇族武技天雷魂魄。看着楚风身上所散发的蓝色雷霆，在场之人每一个人的内心都掀起了惊涛骇浪，那种情绪扩散到身体的每一寸肌，尤其是于是天族的众人，他们的表情十分精彩。身为于是天族族人，他们不可能认不出自家的镇族武技，你是从何修来的天雷魂魄？忽然，于是天族一位长老指着楚风大声问道，声音之中更是有着无法掩饰的怒意。他们想要回镇族武技，就是不想镇族武技被外人修炼，可现在楚风已经修炼了，这让他们如何是好？于洪的乾坤袋内刚好有这武技，我便修炼了，有何不妥吗？楚风问道。不可能，这不可能，这绝对不可能！天雷魂魄极难修炼，哪怕我钻研了足足3年，都无法掌握皮毛，更是无法施展而出。我那乾坤袋交给你，才区3天时间，你怎么可能就将这天雷魂魄掌握？你当我们是傻子不成？说，你到底是从哪里得到的天雷魂魄？于洪开口了，他根本不相信楚风说的话。不只是他，其实当看到楚风也能施展天雷魂魄之后，于是天族的第一反应就是楚风从其他地方得到了天雷魂魄，并且修炼许久，才会有今日的效果。我说，这个叫做楚风的小友，你是不是修炼了其他特殊的秘技或者功法，可以模仿复制其他人的武技吧？就在此时，群妖圣殿的那儿，我店主说道：“前辈，我修炼的就是天雷魂魄，可并非模仿。”楚风对群妖圣殿店主说道：“那你是从何处修炼的？你是从哪里得到的天雷魂魄？”于是天族一位长老凝声问道：“我说了，我是从于烈的乾坤袋内发现的，你听不懂人话吗？”楚风双眼微眯，面容有些不悦：“难道你真的要说，你只是短短3日时间就将这天雷魂魄修炼成功？”那位长老凝声问道：“对，就是如此，难道不行吗？你们做不到的事，凭什么断定我楚风做不到？”楚风凝声问道：“好，说得好。”忽然一阵叫好响起，乃是群妖圣殿店主。我说于是天族，你们也不用不服气，3天时间修炼4段尊境，的确不合常理，但据我所知，正常的4段尊境也要6品至尊才能修炼，如天雷魂魄更是需要7品至尊才能真的掌握。若按照常理来看，这位楚风小友真实修为乃是5品至尊，他连寻常的4段尊境都无法掌握，根本不可能掌握这天雷魂魄才是，但他确确实实掌握了，这力量就在他的身上，谁都不能说那是假的。虽然我也感觉有些难以置信，但无论是我还是你们，都不得不承认，今日就是有这样一个绝世天才出现，他做到了超乎常理之事，而他就是这位楚风小友。群妖圣殿店主不仅对楚风用尽赞美之词，他说完这番话，更是看向于烈。我说于烈，你乃天纵奇才，本尊是承认的，可人啊，就怕对比，修武者更怕对比，这一对比就能分出孰强孰弱，谁高谁低。你呀，尽管是天纵奇才，可却不如楚风小友，别比了，认输吧。群妖圣殿店主说道。他此话一出，把于是天族的许多人气得嘴巴都歪了，像他这种身份，怎么能说出这种话？忍无可忍之下，也有许多人开始攻击群妖圣殿店主，反倒是于烈，他的脸上没有一丝怒容。前辈，多谢好意，只是这一战，我于烈已是赌上性命，没有退路可言。于烈对群妖圣殿店主说完此话，便将目光投向楚风。楚风兄弟，让我领教一下你的天雷魂魄吧。话罢，于烈手中长剑对着楚风一指，那蓝色的雷霆便如得令的大军，开始向楚风冲击而去。天雷掠空，鬼哭狼嚎，那等威势可怕至极，宛如末日降临。见状，楚风也是立刻出击，同样也是一剑刺出，蓝色的天雷向于烈反攻而去，轰鸣四起，雷霆肆虐，二者的天雷已是交错到了一切，雷霆交织，宛如两军交战。见此情形，于是天族以及在场众人皆是将目光再度投向战场。虽然都是天雷魂魄，可他们却也想知道究竟孰强孰弱。于是天族族人自然是觉得于烈胜算更大，可是这一看却让他们心中很不是滋味。那雷霆交织，威势滔天，可无论是楚风释放的雷霆，还是于烈释放的雷霆，都无法将对方的雷霆击碎。二者释放的天雷皆是僵持在了虚空之上，竟是胜负难分。而就在此时，于烈的手忽然捏出了一个奇特的法诀，法诀一出，他的雷霆也是发生了变化，在那源源不断向楚风攻去的雷霆之中，有些雷霆开始相互融合，隐隐间形成了一道虚意，天雷奥义，雷魂现。突然，于烈大喝一声，紧接着一道雷电凝聚而成的人形便在雷霆之中涌现，天雷魂魄的奥义，这于烈竟然修成了奥义。此时，于是天族的老一辈还好，他们早就知道于烈可以施展奥义，但是如龙氏族长、群妖圣殿店主等人可就有些意外了。而那雷魂涌现之后，急速扩大，起初只是2米高的身躯，眼下已经化作了高达万米、顶天立地的雷霆巨人。他之巨大，就连云层都只能飘在他的腰部以下。雷霆巨人出现之后，没有任何迟疑，单手握拳就向楚风砸了过去。这雷霆拳头砸在楚风的天雷之上，竟将楚风的天雷打散。眼见不妙，楚风也是赶忙身形倒退，这才躲过了那一拳之威。楚风，逃什么？别逃啊！你不是舍我其谁？
天下无敌的吗？你可是3天之内能够修炼天雷魂魄的人，你怕什么？继续打呀！眼见楚风向后退去，于洪大声呼喊，话语之中尽是嘲讽之意。于烈与楚风的对决，从一开始于烈就落入下风，使得于洪等人心里十分憋屈。而现在于烈终于占据了上风，于洪等人自然要借机嘲讽楚风一番。可谁曾想，楚风却不理于洪，而是看着于烈，微微一笑：“于烈兄，别留手，施展全力。”楚风说道。他之所以这样说，是他已经看出于烈那一击是有所留手的。楚风兄弟，你是少见的天才，以我所见，当今圣光天河内没有人的天赋可在你之上。我不想伤你，只要你愿意将我于是天族的尊敬武技归还，这场对决现在就可以停止。于烈对楚风说道。于烈兄，我说了，施展全力。楚风再度说道。听闻此话，于烈无奈的长叹一声，随后他的眼中也涌现出一抹狠色。既然如此，那楚风兄弟，我于烈便得罪了。此话刚落，那雷魂便再度出手，这一拳的速度和威势比先前要强大得多。楚风没有说错，于烈先前的确留手了，但是现在的他却是施展出了全力。而最令人震惊的是，面对于烈再度攻来的一击，楚风竟然没有闪躲之意，反而是再度释放天雷，向于烈反攻而去。疯了吗？于烈先前没有尽全力，已将楚风的天雷击碎，如今威力大增，楚风竟还要用天雷抗衡，这不是以卵击石吗？此时，许多人都为楚风捏了一把冷汗，同时更是无法理解楚风的行为。轰鸣炸响，天昏地暗，那雷魂的全力一击再度与楚风的天雷相遇，只是这一次楚风的天雷并未消散。仔细一看，众人内心大震，在那天雷中间竟有一道渺小的人形，是那由雷霆凝聚而成的人形，拦下了那巨大却凶猛的一拳，那竟是天雷魂魄的奥义。雷魂，楚风他竟然也掌握了天雷魂魄的奥义。众人看着那雷霆人影，内心震荡难平，尤其是当那雷霆人影身体急速扩大，眨眼间从渺小的身躯化作与于烈那雷魂不相上下的万米巨人之后，人们更是想不相信也不行。楚风他当真已经掌握了天雷魂魄的奥义，就连于烈的眼中也是布满惊骇之色。楚风兄弟，我于烈还是小看了你，但今日这一战，我于烈必须要赢。忽然，于烈的目光有所变化，那种眼神变得异常凌厉。紧接着，于烈的法诀再度捏出，他的体内又有大片的蓝色天雷释放而出。很快，那些雷霆再度变化，隐隐间又有一道雷霆人形开始凝聚。2道雷魂看着那正在凝聚的第2道雷霆人形，天地间都发出了惊呼。1道雷魂已是不得了，他们完全没有想到于烈竟然还可以凝聚第2道雷魂。这根本不是一个小辈应该做到的事情，于烈不可，快住手！见此情形，于是天族族长赶忙开口制止。起初人们还不解，于是天族族长为何制止？可仔细打量于烈，人们才发现，此时的于烈已是7孔流血，那个样子，人们都懂，这第2道雷魂的凝聚对于烈而言乃是极大的负担。可是对于族长大人的劝阻，于烈不仅不听，反而大喝一声。此时已不是7孔流血，而是7孔喷血，就连肉身都是开始出现裂痕。所有人都看得出来，于烈继续下去，轻则身负重创，重则可能魂飞魄散。为了凝聚这第2道雷魂，于烈已经赌上了性命。于烈兄，停手吧！忽然，楚风的声音也是响起，而他这一开口，也是将人们的目光再度转移到了楚风的方向。起初人们好奇楚风为何突然这样说，难道是发现于烈可以凝聚第2道雷魂，自知不敌，要认输不成？可是仔细一看，人们才明白一切，因为眼下在楚风那巨大的雷魂左右两边，又出现了2道雷魂。尽管那2道雷魂的身躯还并未开始扩大，但却已经凝聚而成。于烈已经没必要继续凝聚那第2道雷魂了，因为楚风塔可以凝聚3道雷魂，并且皆已凝聚而成。忽然，漫天的雷霆如碎裂的镜片，在于烈的周身飞舞，散去了。不仅没有凝聚而成的第2道雷魂散去，就连那第1道雷魂也已散去，是于烈将那天雷散去的。于烈认输了，他知道他已经无法战胜楚风。楚风兄弟，是我于烈败了，我的命交你处置。于烈的声音虽然虚弱，但却没有一丝软弱，他不仅没有求饶，并且似乎并不怕死。你的命既然交给我处置，那就好好活下去吧。楚风说道。听闻此话，莫说于烈大吃一惊，于是天族的众人更是大吃一惊，就连于洪和于毅看向楚风的目光也是有了变化。他们没有想到，这个向来强势的楚风会选择放过于烈。楚风兄弟，你当真不杀我？于烈问道。我为何要杀你？楚风问道。那你为何又要与我一战，答应与我对赌呢？于烈问出心中不解。听闻你的事迹，便想与你一战，仅此而已。从一开始我就没有想过要你性命，不过规矩就是规矩，既然是我胜了，那乾坤袋内的一切可就都归我了。楚风说道。对于此话，于烈没有回答，他不知该如何回答。我于是天族不是输不起，那乾坤袋归你了，你是要自己留着，还是要变卖？我于是天族都不会去管，更不会因此找你麻烦。于是天族族长的声音忽然响起，只是当他声音响起的时候，已是来到于烈身旁，搀扶住了于烈。向来霸道的他，此时看向于烈的眼中却满是心疼。族长大人，于烈有些惭愧。于烈，没事，我们都知道你尽力了。于是天族族长安抚道，他对于烈没有一丝责怪，只有心疼。楚风与于烈的对决到此落幕，可众人的内心却依旧难以平复。这场对决可不是寻常的对决，那可是大名鼎鼎的于烈。于烈今日的手段，大家看在眼里，他并没有变弱，依旧如当年一般强悍。可如此强横的他，还是败了，并且败得很彻底，可以说从一开始就陷入了被动。
如果说于烈当年忽然隐退闭关，还有为他感到可惜，那么今日见到楚风，众人则意识到圣光天河已有更强的天才出世，这样的天才总有一日会挑战圣光天河的王冠，只是不知道楚风能否挑战成功。但不管怎么说，人们对楚风的期望却是更大。先不说楚风的天赋，单说楚风身后还有道海仙姑那等人物撑腰，人们就觉得楚风的胜算更大。但是他们不知道的是，楚风与道海仙姑其实也只是萍水相逢罢了。道海仙姑当时愿意给楚风面子，完全是因为需要楚风帮其弟子一个忙。而众人不知道的是，其实刚刚的一幕从头到尾都还有着另外2个人尽收眼底。浩瀚云海之上，2道身影立于那里，其中一个乃是怨神婆婆的弟子，而另外一个乃是一名面容精致、气质超凡的中年女子。这中年女子虽已经是中年模样，可却依旧风韵不减，哪怕是她现在的模样，也可以让许多男人神魂颠倒。可以想象，她年轻的时候必然也是倾国倾城的大美女。而令人意外的是，向来态度蛮横，甚至有些古怪的怨神婆婆弟子站在这名中年女子旁边，竟显乖巧。这个楚风真是有些本领，再加上那个龙小小，看来如今的圣光天河的小辈之中，也是有着许多不得了的家伙。中年女子的声音虽是中年模样，但她说话的语气却饱含沧桑。师尊，您似乎很看好这个楚风啊。忽然那名老人开口了，而他这一开口，也是得知了那中年女人的身份。原来她就是大名鼎鼎的怨神婆婆。修武一途，变数太多，以后的事情谁说得准？你以为谁都能像你一样有为师保护着你成长吗？尤其这楚风性格虽天赋极佳，也有气运在身，可其性格注定会得罪人，后患无穷啊。怨神婆婆看着那老人说道：嘿嘿，那是，毕竟我有师尊疼我。老人笑眯眯地说道。忽然大地深处传来一声轰鸣，那轰鸣如同铜钟被敲打一般，十分诡异。一声之后，紧接着又传来第2声、第3声、第4声，并且钟声越来越响，就好像他距离楚风等人越来越近，连脚下的沙漠也开始隆隆作响，剧烈颤动起来。怎么回事？下面有什么东西吗？眼见情况不对，所有人都是御空而起，甚至如于是天族族长、龙氏族长等高手，更是释放出武力，形成屏障，守护着自己这边的人。他们都预感到下面的东西很不安全。至于楚风，也是动用天眼仔细观察着，但却什么都看不到，居然这个时候出现了。可相比于旁人，怨神婆婆却变得激动起来。师尊，那是什么？怨神婆婆弟子在其身后问道。向来霸道的她，此时竟躲到了怨神婆婆的身后，眼中更是涌现出恐惧。这不怪她，伴随着那钟声越来越近，一股强大的压迫感也是自地底深处袭来。那压迫感让人感觉快要窒息。你师尊带你在这里寻找这么久，寻找的是什么？你难道忘记了？怨神婆婆问道。怎么会呢？弟子怎么会忘记？怨神婆婆弟子赶忙解释。可是话到此处，她也是面容个大变，再度看着那不断颤动的沙漠下方，她更是发出惊呼：师尊，难道说那就是传说中的远古藏冰墓？族长，情况不对，要不我们走吧？眼见情况不妙，有于是天族长老对于是天族族长劝道。其实眼下于是天族族长内心也开始慌乱，沙漠之下有异物在靠近，可他却看不到那究竟是什么，只能听到那诡异的钟声越来越近。他也害怕，无论是直觉还是那压迫感，都告诉他这即将出现的可能不是什么好事。可于是天族庄看了看龙氏族长、群妖圣殿殿主以及云空仙宗，皆是没有退缩之意，他便也不想离开。毕竟他在修武界闯荡这么多年，深知机遇往往伴随着危险，而危险往往伴随着机遇这个道理。忽然，众人下方的沙漠开始崩塌，一个巨大的深坑出现在了浩瀚沙漠之中。深坑极大，至少众人视线可及范围之内已经看不到沙漠，他们的脚下已是化作一个漆黑无比、深不见底的深渊。而那诡异的钟声距离他们却非常之近，就在那里，可是什么都看不到。众人凝视着钟声传来的方向，他们可以锁定那个位置，那钟声距离他们非常近，可他们却看不到那钟声到底是从何物之中传来。嘎吱！忽然一阵大门打开的声音传来，伴随那声音传来，人们能够看到一道大门浮现在眼前。那大门此就在深渊之中，高达万米，极其宏伟。大门为血红色，在那漆黑的深渊之中，看上去十分诡异。而大门的两边更是分别防着一个大钟，血红色的大钟分别站立着一个人。那人身高100米，但却身材肥硕，除了用白色的布遮盖住了腰下隐私部位外，身上便无任何遮盖之物。他们皮肤惨白，没有一丝血色，双眼血红，宛如妖兽一般。这两个人正在敲打着血红色的大钟，而那钟声正是人们所听到的钟声。最重要的是，无论是那两个浑身惨白、长相诡异的巨人，还是那高达万米、极其宏伟的血色大门，都散发着浓郁的远古气息。父亲，那是什么？看着那血红色的大门，就连龙小小也是吓得躲在了龙氏族长的身后。那门太诡异了，就好像那不是人间的东西，更像是来自地狱，那种死亡的气息是如此的浓郁。可尽管如此，人们还是忍不住将目光投向那正在打开的大门，想要从中窥探出一些东西。可那大门虽然正在开启，但里面却依旧是血红色的一片，除此之外什么都看不见。忽然，一股磅礴的吸力自大门之中释放而出，那吸力覆盖面积极为磅礴，连虚空之上的云层都立刻下落，进入大门之中。眼见不妙，在场的修武者皆是想要逃脱，或是摆脱那吸力，可那吸力太过强大，莫说楚风等小辈，哪怕是于是天族族长、和龙氏族长等武尊境高手，也无法摆脱那吸力。很快，所有人都被吸入了大门之中。此时，虚空之上便只有一道身影还屹立在那里，是怨神婆婆。那吸力依旧健在，如狂风咆哮，如猛兽怒吼，如无数只恶鬼在用那无形的手想将她拖拽到那大门之中，但是没有用。怨神婆婆立于虚空之上，任由长发飞舞，衣衫猎猎作响，可她的身姿却是不为多动。怨神婆婆看着那诡异的血红色大门，眼中也没有一丝恐惧，反而有着一抹浓浓的期待。丫头，可莫要让为师失望啊！
怨神婆婆说道。楚风等人被卷入血红色的大门之后，进入了另外一个世界。这个世界极为荒凉，脚下的大地硬如磐石。可诡异的是，这样坚硬的土地上面却遍布杂草，杂草枯黄，就快要失去生机。虚空之上没有一片云朵，但天空不是蓝色，而是灰蒙蒙的。而在不远处有着一座大山，那山很大，为椭圆状，就像是一个巨大的盆扣在了地上。这是一座石山，石山上面没有一棵树木，可诡异的是，竟同样布满了杂草。正常来说，那种杂草怎么可能从石头之中生长出来？可楚风等人他们的注意力都放在了那石山的中下方，在那里有着一个血红色的大门。那血红色的大门只有1000米高，但却与楚风等人先前在那深渊中看到的血红色大门一模一样。血红色的大门两边同样有着2个大钟，不过那敲打着大钟的巨人却不见了。除此之外，还有一点不同，那就是血红色大门上方出现了一块血红色的牌匾，牌匾上面刻写着5个大字：远古藏兵墓，竟是远古藏兵墓。看到此墓，龙氏族长以及于氏天族族长等大人物皆是目光一动，远古藏兵墓那是什么？而如龙小小等小辈以及在场的大部分长老确实一头雾水。很显然，关于这远古藏兵墓，他们也不了解。可忽然间，一阵飓风席卷而来，一时之间惨叫连连。龙氏族长、龙小小、于是天族众人、云空仙宗众人、群妖圣殿众人，全部被那飓风吹飞开来。此地就只剩下了楚风一个人。楚风本来还想去解救龙小小，可却发现龙小小等人消失的彻彻底底，连气息都不见了，根本不知道他们消失在了哪个方向。为何只有我没事？楚风心中不解。按理来说，在场之人中，修为在楚风之上的有许多，无论怎么看，楚风都不该是幸存者。而最重要的是，当那恐怖的飓风席卷而来的时候，楚风能够感觉到，飓风虽自周身掠过，但却并未席卷他。也就是说，那飓风吹走了所有人，但却唯独放过了楚风。嘎吱！而就在此时，一阵古怪的声音响起。顺声观望，楚风可以看到，那远古藏兵墓牌匾下，血红色的大门正在缓缓开启。这一次，楚风能够看到，血红色的大门内不再是漆黑一片，里面金光闪烁，无数至宝浮现在了楚风的眼前。大门开启，楚风赶忙踏入其中。这里面有着多件宝物，但大多数都是兵器，许多兵器散发着的气息都强大至极，半成尊兵，品质极佳的半成尊兵。本来楚风以为自己乾坤袋内已经有着多把半成尊兵了，可看到眼前的那些半成尊兵之后，楚风才意识到自己心中所谓的极品半成尊兵不过是一个笑话。原来半成尊兵的工艺可以达到另外一个层面，而眼前这种工艺达到了极致的半成尊兵，简直数不胜数。除此之外，还有气息远在半成尊兵之上的兵器，那是尊兵，必然是尊兵，唯有5尊境强者才能驾驭的尊兵，才会散发出如此强横的气息。尊兵有多珍贵，楚风也是有所耳闻，而这里的尊兵必然更为利奥德。此时楚风激动不已，这些宝物大多都是无价之宝，激动归激动，楚风却也没有立刻出手。此处太诡异了，虽然龙氏族长等人还没来得及讲述关于这远古藏兵墓到底是什么地方，就被那古怪的飓风吹走了，但当他们认出此地的来历之后，那脸上的恐惧之色让楚风知道，这远古藏兵墓绝对没有那么简单。可楚风仔细观察之后，却发现不到任何异常，那些至宝就在自己的面前琳琅满目，且此地没有任何结界机关，难道真的是走了大运不成？楚风仍有些疑虑，可正所谓富贵险中求，在他看不出危险是否存在的时候，楚风的性格自然不会老老实实的选择安全。于是楚风出手了，他探手一抓，磅礴的吸力笼罩住了眼前的宝物。可那吸力笼罩之后，那些宝物竟然纹丝不动，就宛如楚风的吸力无效一般。但楚风能够清楚地感觉到，自己的吸力明明抓住了那些宝物，试一试，大不了就是一死。楚风咬了咬牙，开始向前走去。他放弃了隔空取物，准备用自己的手亲自去拿。楚风并不贪心，他先是来到了一把长剑面前。这把剑很特殊，像是木头打造而成，但它却是一把半成尊兵，品质极为利奥德。这里的半成尊兵随便一把都完胜楚风身上的半成尊兵，可这把如木头打造而成的半成尊兵可以说是这里半成尊兵之中最为出众的一个。别看它其貌不扬，宛如一根破木头，像是孩子的万物一样，可实际上它乃是此处的半成尊兵之王，果然是好兵器。楚风握住这把看似破烂的木剑之后，便感觉一股强大的远古气息开始涌入自己的体内，那是这把剑的气息，就好像是在告诉楚风他有多么了不起。只是楚风想要将此剑举起的时候，却发现他竟然无法撼动此剑。此剑明明就横卧在众多兵器之上，但楚风却无法将其撼动，莫说将其举起来，就是将其移动半毫都是做不到。忽然一阵如厉鬼般的恐怖叫声自楚风身后响起，那声音响起，楚风已是毛骨悚然。当他回神观望之后，更是吓得连手上的汗毛都竖立了起来。在他的身后，也就是大门之外，出现了一道身影，那是一名女子，身材很好，但却穿的很少，但她长得却很吓人，浑身惨白，双眼血红，就好像是死人一般。可偏偏她此时正在看着自己，最重要的是，她就站在那里。楚风感受不到她的修为也就算了，楚风更是感受不到她的气息，就好像她根本就不存在一般。想得到这些，可是要有代价的。还不待楚风开口，那名诡异的女子便已经说话了。且她此话落下之后，大袖一挥，顿时一道巨大的结界门自其身后浮现。结界门宛如一个窗口，可以通过结界门看到结界门内的一切。楚风能够看到结界门内乃是一个血红色的空间，血红色的空间内有着数道身影
龙小小，龙氏族长，先前被飓风所吹走的所有人都在那血色的空间之内，只是眼下的他们却都是满面痛苦，因为他们全部被黑色的锁链锁住了喉咙，被挂在虚空之上。值得一提的是，不仅先前被飓风刮走的身影在，还多出了另外一个人，那便是怨神婆婆的弟子，那个性格霸道的老人。但那个老人此时也被黑色的锁链锁住了脖子，被吊在半空之上，痛苦的挣扎着。你仔细数一数这些人的数量，然后再数一数此处宝物的数量。那名诡异的女子对楚风说道：“不用数，他们数量相同。前辈，您到底有何用意？”楚风凝声问道。楚风观察力很是敏锐，进入此处之前就已经知道与他同行之人的数量，而看到此处宝物之后，只看了一眼，楚风也知道了此处宝物的数量。本来楚风没有在意，因为正常来说，此处宝物的数量是比他身边人的数量多出一个的。可眼下那血色空间内多出了一个人，那个人便是怨神婆婆的弟子。怨神婆婆的弟子出现后，这些人的数量便刚好与这些宝物的数量相同了，这让楚风意识到可能有不妙的事情要发生。忽然，女子手臂一样，一把黑色的长刀飞向了楚风。楚风没有接，而是运用武力将那黑色的长刀定在了自己的身前。前辈，你究竟何意？楚风再度问道。很简单，杀一个人，这里面的宝物你就可以取走一件。放心，你只需要将这把刀对着那结界门内的人刺一下就可以，你对准谁，谁就死。他们根本就看不到是你做的，连怎么死的都不知道，没有人会怪你。如果是你够狠心，将这里的宝物全部杀掉，那么这里的宝物你便可以全部拿走。对了，他。话到此处，那名女子将手指向了龙小小、龙小小父母以及龙生部、公孙长老等人。这几个人对你而言有些特殊，所以你要想拿走此处的尊兵，就必须杀了他们才行，否则杀任何人，尊兵你都是拿不走的。那名女子盯着楚风，虽然面带笑容，可那闪烁着红光的眼眸却让楚风内心十分不安，用诡异的目光盯着楚风，嘴角微微上翘，那笑容可不只是诡异那么简单，甚至有些瘆人，而他的目光也是另含深意，他是在等待着楚风的回答。我放弃。楚风说道。那女子的目光忽然变了，就连嘴角那瘆人的微笑也随之消失。你说什么？女子似乎不愿相信自己听到的话，于是对楚风再度问道。前辈，晚辈绝非以正义标榜自己的人，但我也绝不会因为自己的利益而伤害无辜之人。楚风说道。刚刚他们之中可是有人想要杀你？那女子说道。听闻此话，楚风也有些诧异，没想到先前外面发生的事，这女子居然知道，看来她有在暗中观察。可楚风态度却很坚决，先前我与他们的确有过节，可现在皆已化解。楚风说道。当真放弃？女子双眼微眯，她的眼中竟涌现出了不善，那种眼神隐隐间竟然看到了一些威胁之意。可楚风依旧态度坚决，晚辈放弃。楚风说道。你以为这是什么地方？这里是远古藏兵墓，这么多宝物在你面前，你居然一样都不取，便是对远古藏兵墓的亵渎。你要放弃可以，但需要遭受惩罚。那女子说话间，手掌张开，顿时皮开肉绽，自她掌心之中竟钻出一条血红色的虫子。那虫子不过手指长，浑身长毛了红色的毛，可那毛却如刺一般，根根直立。最重要的是，它居然张着人的脸，重生人脸，且那张人脸看着楚风正在咧嘴大笑，那个景象就连楚风也是毛骨悚然。再给你一个机会，你只要杀掉他们，就可以拿走此处的宝物，哪怕你拿走一件宝物也可以，但若是每件都不拿走，便要遭受这血虫噬魂之痛。女子说道。前辈，晚辈有一个问题。楚风说道。什么问题？女子问道。这血虫会要我的性命吗？楚风问道。不会，但会让你承受噬魂之苦。我保证，只要那血虫入体，你会痛不欲生，生不如死。虽然这血虫不会要你命，但你会求着我杀了你。女子说道。晚辈知道了。话罢，楚风竟闭上双眼，张开了双臂，随后大喊一声前辈。见楚风竟如此冥顽不灵，那女子气得咬牙切齿，成全你。于是盛怒之下，她手指轻弹，那浑身血红、重生人脸的诡异虫子便如利剑一般，噗呲一声钻入楚风体内。下一刻，在这墓地之中，便回荡起了楚风撕心裂肺的哀嚎。这女子没有骗他，这噬魂之痛的确非同一般。小鬼，你若现在后悔，还来得及，我可以收回血虫，让你重新选择。女子对楚风说道。可楚风却不予回答，就好像听不见一样，痛苦越来越强烈。楚风渐渐失去了意识，可很快，楚风开始恢复意识，并且那痛苦开始消失。突然之间，楚风意识彻底恢复，那痛苦也彻底消失，一切发生的非常突然，就好像楚风原本在半空之中，在坠落的过程中，可忽然间如同瞬间移动一般，就直接落在了地上，并且毫发无损。而楚风睁开眼睛观察四周，却发现他站在那远古藏兵墓外面。不仅站在外面，那远古藏兵墓血红色的大门也并未开启，并且在楚风的身边，龙小小父母、龙生部，于是天族众人、云空仙宗族人、群妖圣殿殿主以及暴月魁无敌等人全部在。这些人根本就没有被飓风刮走，就连先前所站的位置都是一模一样。眼下这些人的表情可却都是非常的复杂，有失落，有震惊，还有人流下了眼泪，但是他们却都在打量周围的人，眼中更多的乃是不解。前辈，您怎么也在？忽然有人发出一声惊呼，原来人群之中多出了一个人，这个人不是别人，乃是怨神婆婆的弟子。前辈，您的身上怎么散发着光芒？发现这位之后，人们更是不解了，因为怨神婆婆弟子的身上散发着血红色的光芒，那光芒非常诡异，竟与远古藏兵墓大门的颜色有些相像。楚风，你的身上怎么也有？忽然
楚风身边的龙小小也是发出了惊呼。听闻此话，人们看向楚风，这才发现楚风的身上的确也散发着血红色的光芒。而楚风打量自己一番之后，不仅没有一丝害怕，反而内心开始窃喜。他知道他赌对了。忽然，在那远古藏冰墓的大门前出现了一道身影，这个身影不是别人，正是那个诡异的女子。前辈，大人。而看到这名女子之后，人们皆是开口，甚至还有人施以一礼，且毕恭毕敬，那个模样就好像所有人都认识这名女子一般。不过对于这一幕，楚风却并不意外。你们是不是很不解呀？忽然，那诡异的女子说道：“前辈，这是何意？”有些人好奇地问道：“你们刚刚所经历的抉择，在场之中每一个人都经历了，那并非真实的，而是幻境罢了。虽然那是环境，可你们的抉择却是真的，而你们的抉择也关乎着你们接下来是能够活着，还是将要死去。很可惜，只有2个人选择正确，那就是他和他。”诡异女子分别指向了怨神婆婆的弟子和楚风。听到这里，众人恍然大悟，他们终于知道为何只有怨神婆婆的弟子和楚风的身上有红色的光芒了。而就在这时，那诡异的女子再度开口：“他们2个有资格进入远古藏冰墓，至于你们其他人，都要死。”诡异女子说这话的时候，嘴角上又上扬起那诡异的弧度，可这一次她笑得却更加恐怖，众人惊恐万分。原来当诡异女子宣判他们都要死的时候，这周遭有一股无形的力量将他们笼罩了起来。无论是龙氏族长这等高手，还是小一辈的人物，都能感受到那力量的存在。那力量虽然是无形，可气息却极为凶猛，那简直就是索命的厉鬼，要夺取他们所有人的性命。父亲怎么办？此时就连龙小小也害怕了，抓着自己的父亲。真正到了危难的时候，他的父亲仍然是他的依仗，可眼下就连龙氏族长他们也不知该如何是好。那封锁他们的力量，不仅龙小小等人无法抗衡，龙氏族长他们同样无法抗衡。前辈，我们虽然做了错误的选择，但也只是幻境之中的选择，并未真的伤害他人，罪不至死吧？是前辈，您大人有大量，给我们一个机会吧。此一时，许多人都是纷纷开口，有人求饶，有人辩解，可最终的目的都是相同的，他们不想死，他们想活下去。别慌，你们也不是非死不可。诡异女子说道：“不是非死不可，前辈，只要您肯放我们一马，做牛做马，我都愿意。前辈，您有何差遣，吩咐便是。”各方势力的人纷纷说道。带头的竟然还有于是天族族长，以及云空仙宗太上长老，还有龙氏族长这等人物。他们眼见着有活下去的希望，都纷纷表态，只要能活下去，什么代价都愿意付出。可是看到自己的父亲竟然这样卑微的求人，龙小小的心中却很不是滋味。这可是他高高在上的父亲，无所不能的父亲啊！可这一幕虽然让他备受打击，却也让他确定了一件事：要变强，要变得更强。唯有真正的强者才能掌握命运，否则必然要卑躬屈膝，臣服于强于自己之人。你们这些废物能为我做什么？然而面对众人的求饶，那诡异女子却嗤之以鼻。能救你们的不是你们自己，而是他们2个，只有他们2个能救你们。诡异女子说话的时候，分别看向了楚风和怨神婆婆的弟子。而听闻此话，众人又是内心一紧，只有楚风和怨神婆婆弟子能救他们。这种自己性命由他人掌控的感觉，他们可是很不喜欢的。如何救？楚风说道。你想救？诡异女子问道。此地有我朋友，我做不到见死不救。楚风说道。听闻此话，龙氏族长悬着的心落了下来，龙小小的小脸之上则满是感动。至于其他人，可就有些慌了。他们都清楚，楚风所说的朋友乃是龙小小等龙氏之人，毕竟楚风和龙小小本就是一伙的。那他们怎么办？楚风兄弟，能否也救救我们？一番心理斗争之后，魁无敌还是开口了。尽管他觉得他与楚风的交情还没有到让楚风救他一命的地步，可在这种时候，他还是想要试一试。可偏偏在场之中有许多人太不要脸，魁无敌好歹与楚风有些交情，就冲群妖圣殿殿主愿意帮楚风抗衡于世天族和云空仙宗的份上，楚风也有帮他们的理由。可至于云空仙宗和于世天族的那些人，显然没有这个资格。尤其是于世天族的人，年轻人不要太急着做决定，不如先听我说完。你的确可以救他们，但是要付出代价。你救人的数量越多，付出的代价也就越大，甚至可能会丢掉性命。你若是选择一个不救，无需付出代价，可以直接获得进入远古藏冰墓的资格，那里面可有着天大的机缘等着你。若是你够幸运，也许能够得到远古时期的极品尊兵。那诡异女子对楚风说道。嘎吱，她此话落下之后，其身后的远古藏冰墓大门便缓缓开启。那大门只是开启了一道缝隙，但却足以通过一个人，可那缝隙之内却是漆黑一片，人们看不到里面究竟是什么。而现在的人们也没有心思去思考那里面有什么，众人皆是神色复杂，内心更是恐惧不安。就连龙氏族长也是紧紧地凝视着楚风，目光复杂。他也有些害怕了，他害怕楚风为利奥得到尊兵而选择不救他们，因为如果是他来选，他一定会为了自己的利益而见死不救。前辈，我可以进去了吗？楚风还未回答，怨神婆婆的弟子忽然开口了。你做好决定了？那诡异女子问道。这些人的生死与我无关。怨神婆婆弟子说道。虽然人们从一开始就没奢望他会出手相救，可是当他说出这句话后，人们心里还是很难受，毕竟这代表着他们可能真的要死了。很好，这才是明智之人。既然做好了决定，你就进去吧。诡异女子此话落下，怨神婆婆弟子便向远古藏冰墓走去，而那原本封锁住了众人的无形力量也对他没有造成阻碍。很快，他的身影便消失在了远古藏冰墓之中。楚风小友，你不能见死不救啊！楚风，先前是我们不对，我向你认错，向你道歉。你大人有大量，你千万不要放在心上，千万不能见死不救。忽然间，这片天地炸开了锅，许多人沉不住气，开始再度向楚风祈求起来。尽管他们也都知道楚风救他们的希望微乎其微，可他们还是想要试一试。不是他们不要脸，
而是他们真的不想死，全都给我闭嘴！可忽然，那诡异女子大喝一声，她怒喝响起之后，自那无形力量之中，更是发出了诡异的尖叫。那声音不仅极其瘆人，更是散发着致命的气息。一时间，所有人都闭上了嘴巴。先前还想杀掉他的你们，也有脸让他救你们？你们修行多年，修为没有多强，脸皮倒是练得挺厚。诡异女子以讽刺的口吻说道。在诡异女子的讽刺言论下，许多人都默默低下了头，尤其是于红、于影、殷黛粉等人，脸色更是十分难看。是啊，他们先前那样对待楚风，恨不得将楚风置于死地。他们这样的人，哪有资格求楚风救他们？